那接下来我们请彥如老师好了，彥如老师好像刚刚已经把那个一些影片嘛，对不对？好像先放到这里来了嘛，哦，好，那或许彥如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这学期来，因为这也有一些很大的进步哈。其实不是啊，就是说很大的突破啦，因为夜间部的同学不容易有时间，所以他演练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困难度。那后来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做那个。谢谢主任，在场所有老师好。想先确认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有多少时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那就只好讲3个小时。对，分3小时就让你讲。还有个3小时后，我们等一下大家就是会要去看一下那个突袭那个徐老师。真的啊？对，所以等下我们本来是想说请两位讲者，我们就是到高铁那里就用的餐，可是他们因为晚上要赶时间，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就是送他们到高铁站。然后之前先去突袭一下那个徐老师。去哪里打个招呼？对，好。之后比较好，先去高铁，之后再去徐老师。没有，因为他们要赶时间。然后那个梁老师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会先去徐老师那边，然后之后去高铁，这样，因为像梁老师好像7点要赶到台北。我对，所以还是有一点。我在回国的时候是，我可以先开车。也可以带大家到我妈妈家住的那边，然后因为梁老师他怎么说？梁老师他有点赶时间，然后我就先让大家知道妈妈住在哪里，然后让大家就是进去进行自由的突袭，然后我们再把那个梁老师赶快送到高铁去，因为我今天接他来，我得送他回去。OK， 好，没问题。好啊。那有跟我妈报告。没有真的突袭啦。没有，他现在已经开始很烦恼，大家传什么？对啊，所以我们工作坊的目的可以让徐老师准备一下。我跟他说你有3个小时的时间把衣服穿好，可以把你那个想要穿的衣服都拿出来打扮一下，这样。好，那我就很简短的跟大家讲，我预计要用的时间是15分钟以内，我想可能就是尽量的简短。我想要讲的主题呢，主要是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课程的纵观，这部分主要是针对于2位外校的老师，那么我们其他老师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然后会跟大家再讲一下我执行的状况，还有我们在课堂上面遇到的挑战。教学目标这个我也是一刚开始有跟，对不起 ，excuse the time。一刚开始我有跟同学讲得很清楚因为毕竟大学的课程跟研究所的课程的定位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跟他们说，我不是训练你们成为专业的口译员，我是训练将这个口译能力训练成为大家一个第5个技巧，就是听说读写传统听说读写以外的第5种技巧。那一刚开始我就有跟学生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好。那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我会每页大概就是30-40秒的时间来讲。如果各位老师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提问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那上学期我们做的其实它叫专案导向嘛，所以顾名思义的，我们是做了2个 projects。那2个 projects 也是我可能跟同学脑力激荡，让同学觉得他可行，他可以办得到，因为毕竟是夜间部的同学，他们可能很多的同学在日间他其实是有工作，然后他可能外务也很多，然后所以呢，那时候跟同学讨论出来，脑力激荡的结果就是我们先来针对一个景点，我们先不做比如说附近的台中知名的景点，因为之前我有跟同学说，我们可以做附近的国家图书馆啦、草悟道等等的。然后学生立刻现场跟我说，老师我白天有工作，我真的没有办法，还要去那边取景什么一大堆的。他说我真的办不到，可不可以就是仅限于校园的部分，这样他们来上学的时候、来上课的时候，他早点到，他可以来附近取个景什么的，对他来说是在他可行的范围。所以一刚开始是有把这个范畴放得比较广，但是同学已经立刻跟我说，他们办不到，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做了2个 project。那第一个 project 就是中兴湖，那第2个就是中兴大学附近的校园美食。
个定义就比较广一点。我跟他们说，只要是走路走得到的，那公车15元以内可以到的，这个都是定义是校园景点。你不要给我介绍什么鹿港的美食，那可能就有点太远了。因为毕竟同时他们是小组为单位，所以大家都要去现场看那个美食，所以他不能够找一个太远的地方，或者是同学需要一个特殊的交通工具才能够抵达的地方。那么这2个 project 都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同学他可能先想他的主题了，他在课堂上他就先就他能够知道他就先讲，然后讲的时候他当然是用中文表达。我们班上没有英语为母语的同学，所以大家就是先用中文表达，然后他就讲说，哎呀，我去那个中校夜市啊，那个菜家豆花哇，好假很栽哦，然后他的同学就要翻，现场就要翻。然后呢，常常就是有些同学他希望用的是一些比较华丽的词汇，或者是说这个鸡排可以说是外酥内软、上酥可口什么的，然后朋友就旁边就会捶他说：“你讲这么难，我会翻不出来。”所以就会在课堂上就会产生出一种，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在现场教大家先很自由的分享，很轻松的分享。现场大家就1对1的，大家可以练习翻译，就是口译能力。那我当然就是带进我自己一些业界的经验，跟他说，其实你会翻，你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这个留在之后再讲。那第2个阶段呢，就是请他们把他们想要讲的内容真正的化为文字。化为文字之后，同学回去做中文的翻译，对不起，做英文的翻译、中翻译。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笔译了。然后第3个部分，他就是要来发表，这个部分就是演说的能力。然后呢，到了下个学期呢，这个部分就有所调整了。下个学期我本来也是要做2个差不多类似性质的专案，但是班上有几位的同学是在业界已经有工作，他跟我说：“老师，你教的很活泼，就是很多元，是很好。可是我真的很想学一些口译的技巧，因为毕竟他在工作场所他会需要，所以他会觉得你做的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很完全的贴切到我在工作场合上面的需要。”他说：“你是口译嘛，是因为你讲这个口译的课程，我才来修这个课程。”他说：“你可不可以真的让我们有帮外国人翻译的机会？”我说：“哦，好。”然后后来我也跟大家讨论，所以第2个呢，我们就是请外籍人士进行真人的演讲，同学现场立即的翻译，立即的检讨。那这个部分我用的是。也是按照同学的建议，也是跟同学脑力激荡。同学说，因为其实在职场常常要帮老板跟外国客户翻译，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用请到英语跟华语人士进行对话的方式。然后我已经先把脚本全部都写好了，脚本的前半部有4段，先发给同学，他可以去练习。所以5成可以事前准备，另外5成是承接着前面4段，因为是对话，所以它是有脉络，所以他可以事前猜题。他也可以去事前准备，大概会讲到什么。那么，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准备，但是又是要考验同学的临场反应。那这个部分呢，虽然最后做出来它没有什么影片，没有很华丽嘛，但是同学很喜欢，同学觉得说，我好像我也可以帮别人翻译，觉得，原来我也可以的。然后觉得很新鲜，因为对很多同学来讲是第一次的经验。那么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呢，全程进行录影之后，请全班事后上网观看，他就看他的部分就好。然后呢，要把自己的口译每个字听打出来。所以最后1周我没有上课，因为我跟他说这个东西是非常的耗时间，非常非常耗时间。听打出来之后呢，还要订正，你有一段是你自己打，你自己现场讲的。下面1段把它订正好，所以其实这样子一个时间其实是同学花的时间最多。那他教给我的东西是1段原文1段订正好的，然后我就在看他知不知道自己哪里是犯错等等。那所以下学期的话就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是建基在同学的建议，而且有蛮多同学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但是这个部分就变成老师事前要去写讲稿。之前要写2个人对话讲稿，然后有5成事前发给同学，这部分都要先打好，全部都要发给同学，然后协助同学进行考前的猜题。然后我们再倒回去看，对不起，这个顺序有一点乱掉了。那么其中的话是延续上一个学期，上个学期我们做的是中兴湖的简介，那下个学期我们就扩大到3个景点。那其中1个景点就是中兴湖，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我要学生他真正做一个影片出来，然后是用 PowerPoint 做影片，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个其中的首映会，让同学来投票，选出最佳背景音乐、最佳影片、最佳口条，然后什么什么，真的好好玩，我真的有请他们投票这样子。在实际上这一个 project 大概要花
大概10周到11周，因为毕竟他要先把稿写好，写好要翻译，翻译之后他要做成 PowerPoint 之后他就要去把它配合照片，对不对？然后配合照片之后还是要录音，录音之后还要把音乐背景音乐放进去，最后还要给老师看，然后最后我把它全部都改好之后输出变成一个影片。所以在下学期我们是有影片的产生，那等一下会给大家来看到。OK， 那这个就是本课程的特色。执行的状况，我刚刚有讲到，我们首先就是让大家很轻松、很自由的来谈，然后现场就口译这样子。那这个我是叫同学举手让拍张照，因为通常都没有人要翻译啊。因为我说这个讲得很好，就有同学说这个汤圆令在哇 Q 这个红豆煮的是恰恰好，又松又软，入口即化，然后大家就一阵静默。然后大家就在底下替他讲，讲那么难干嘛？讲那么难干嘛？这样，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在他们的范围，在他们的能力之外。但实际上，在课程的，就我们慢慢的去引导之后，会觉得其实你是可以处理的，你不要慌，慢慢的想想看你有什么样子的策略。这个等一下会讲到。但是呢，就所以说这个照片其实并没有很真实的反映到真正上课的状况。然后就是有一些上课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呢，同学的一些中间的一些作业，我也有把它们放到网络上面。然后我都会做一个学生翻译常见的错误表，因为比如说他们自己是中兴湖的翻译，然后我就会整理最常见的错误，因为其实对于翻译的初学者，对于口译的初学者也是，通常7到8成的错误是共通的。然后最后呢，口译入门的期中发表就已经上网了。然后呢，期末发表，刚刚期中是中兴湖所以就是因为是晚上上课，我们课程是8点，所以这背景都是暗迷蒙的。对，然后这个人数会之所以会比较亮，是因为我请班上的同学把他手机打开，然后弄那个手机不是有那个手电筒，然后很认真的在那边照，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后面有非常多人在照，否则他的脸不会，他脸完全是暗的。OK， 然后呢？所以有讲到什么炸鸡排啦，什么的这个永和豆浆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我们上学期期中跟期末2个 project。那我们下学期的话呢，就是他要做一个影片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上学期中兴湖的延伸，但是他要加2个景点进去，所以就五花八门啊。然后这个就是真人的翻译了，这个就是现场真人的翻译。OK。然后我们也有鼓励同学参加一些口译比例的大赛、演讲等等，这是我们班的同学。其实我也蛮惊讶的，我们有班的同学有一位是后来在口译的在比例大赛里面有得到佳作，然后一位也有进入口译的决赛。我觉得就是就夜间部的同学来讲，我觉得还蛮好的。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说会加分，所以就是有参加就加总分3分，所以就还蛮踊跃的。然后这个部分，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同学做的中兴湖的导览。上学期，其中是中兴湖。现在在我身后是中兴大学最有名的地标中兴湖。Which is a famous landmark of National Junction University. 中兴 Lake is famous for its apple-friendly environment, which means using pesticides is careful now. 中兴湖建立于1977年，为什么会有中兴湖呢？中兴 Lake was created in 他有一个讲者，他可以看稿，一般的人是不行看稿的，但是他可以事前套好招，他要不要套招他自己准备好，他可以都死背，他也可以现场自己修改。From a lake was needed for a university, and a path around the lake should be created too. 让学生在此散步思考一下。Students can take a walk here to contemplate the meaning of life. 许多学生及旅客。对啊，就是我给他们就说，你讲者可以准备稿，可是译者是不行的。
那你译者你要死背，还是你现场临场发挥，完全取决于他们。真的有同学临场发挥，那就被我剪掉了。不准备真的不行，因为其实就是台湾学生在写这个中文文章的时候，很喜欢一些比较华丽的词藻、四字成语什么的，所以他现场听到是被吓到，因为翻不出来，因为英文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对照的东西，所以事前有没有准备真的非常重要。然后期末我们现在就是上学期，我们先看期中，那这个是期末的，刚刚有讲到期末的是美食，有点小声。今天要介绍你的中兴大学校园美食是一中好大鸡排，而其中的超大鸡排更是不能错过。Huge fried chicken steak shouldn't be missed. 鸡排炸得香嫩可口，鲜甜多汁，外皮酥脆诱人的香气。The fried chicken is juicy, tender, and fried to perfection. 是吃了会上瘾的美食。And it is quite addictive. 还是有翻出来，现在不错，我自己觉得他的处理是可接受的。And the price is very reasonable. 这样的浓郁不会太咸，也不会太酸。The pesto sauce has a strong flavor, not too watery or too sweet. 面条也很弹牙。The noodles are al dente. 他本来翻的 noodles are very chewy， 然后后来我有就是刚刚主任也有讲到，就可以带进文化的意涵，因为它的原文是这个面条很弹牙很 Q， 那我们后来就讨论，他说施老师那个面条很 Q， 布丁很 Q， 麻糬很 Q， 什么什么很 Q， 这些 Q 的英文一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也有讨论到中国人其实对于食物的口感是比西方人还要来的要求，比如说有嚼劲儿啦，或者是很 Q 啦，或者很清脆啦什么的。那么我们后来也带进一些文化议题的讨论。说老实话，中兴湖的部分没有牵涉到太多，但是在讲到食物的部分，因为毕竟食物是大家都共同的经验，所以就有非常多的问题跑出来。比如说这个虾子进低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中香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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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排，非常的香甜多汁。那同学就会翻 very 香，它就翻 fragrant， 多汁，然后甜 sweet very fragrant， 然后 sweet and juicy。那当然我们就要来讨论为什么英文不会用 sweet 来形容一个咸的一道菜，但是中文可以说这个鲜虾很香甜，或者肉汁很甜美多汁这样子，所以我们又牵涉到一些讨论。那同样的也是讲者可以看稿，那译者是不能看稿的。那我们下学期也是延续了上学期的部分，我时间快没有，我就稍微放一下就好了。这个是我们下学期的第一个 project， 我们这边就是有5组然后所以我们就有5个影片，然后事前我就有跟同学到电脑教室去上课，然后就有教他们怎么样子制作 PowerPoint 旁白，并且加上背景音乐，所以我有一个 step by step 的东西，然后都会有一些 screenshots， 然后给他们来看到他到底怎么样子做。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说老师我不会，因为我全部都写好。如果他真的不会的话，然后我们有到电脑教室上课，一个同学1台，然后请他们去录音，录音之后转，然后什么什么的，在现场。我有跟他说，你今天不会的，你就留在这边，我帮你教到会为止。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你回去你不会弄这个东西，1堂课就可以搞定。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同学的作品。大家好，我们是中兴大学的学生。Hi, we are students from Zhongxing University. 这个本来是 PowerPoint， 然后 PowerPoint 它上面贴的是照片，就是他们自己去找照片，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就是用图文框加入自己打，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有所谓的字幕，然后之后他再按右上角的录音，把它每一页录音起来，最后转成影片。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就是一句话配一个照片，一句话换1页，所以他不用再去想太多，而且在短时间之内他可以做得出来。今天要为各位介绍我们的私房校园小角落。现
Today we're going to introduce some of our private attractions on campus. 首先来到了我们最著名的中兴湖。First, here is the famous Junction Lake.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兴湖是个生态湖。Many of you may already know that Junction Lake is a lake famous for its rich ecology. 但你们知道它里面住了什么奇异的生物吗？ However, do you know what animals live in the lake? 平时我们可以看到小乌龟趴在湖边的石头上晒着日光浴。Small turtles often sit on the rocks to bathe in the sun near the lake. 但你们有看过这只25公斤重的大鳄龟吗？ But how about this 25-kilogram alligator snapping turtle? 那是在澄清里淤泥池意外发现的奇异生物呢。It was found when workers cleaned up the silt and garbage at the bottom of the lake several years ago. 而这长达1公尺的鱼，则是在清洁处意外发现的天气。And this 1-meter-long fish was found in another cleaning. 但在那之后就没了这条鱼。Nobody has seen it since the last sighting. 我们猜它大概被吃掉了。We guess that it might have been eaten already. 接下来我们来到机械系后面的。之后这几个影片有一些好像还没有放到我们多益的网站上面，但是同学其实都很有创意，因为这个东西非常 low tech， 一点都不难。这只要他自己有电脑或者是去计算机中心，他就可以做得出来。然后这个音乐我有跟他们说去哪里找，这个全部都是不需要另外去花费的。所以我本来还想说，有个同学说做不出来，结果后来每一组都做出来。这其实内容很丰富，然后呢也很脚步很轻快，步调很轻快，然后有配音、有字幕、有音乐，然后搭配上一些自己去照的照片等等，这完全就是他自己的手机就可以做得到的。OK， 好，那么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剩下的部分可能就是。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可能是自己上网去看一下。然后呢，这个下学期的期末的成果发表就是请外面的讲者，然后我就是来客串一下中文的讲者，我们两个就进行对话，然后同学坐在那边帮忙翻，在现场来帮忙翻。这个其实对于同学来说，他们非常喜欢。我本来以为他们同学会抱怨连天，没想到他们说：“哎，老师好好玩哦！”就非常，他觉得很新鲜，他们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想这个考试的现场的录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就不播了。因为我也好像有印出来发给各位老师，老师可以到多益的网站上面去看。这个考试的内容看起来学生的表情是十分的痛苦，十分的煎熬，因为毕竟它的本质是一个考试，然后同学压力也很大，也很紧张。但是完了之后，我们当然是会给他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鼓励，因为在现场他可能有些同学他真的听了10次，他都听不懂的，他也有太紧张，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再说一次？然后我就好，再说一次，还是不会，再说一次。再说一次等等的，那我后来当然有跟他们讨论到，在实际的翻译的状况，这样子叫讲者不停的重复，是不是可行？那在业界专业的口译员用的是怎么样子的技巧？当你遇到听不懂的，或者说没有听清楚等等，可能因为自己的原因或者是外界的原因，让这个资讯你可能对资讯的理解其实不好的时候，你有怎么样子的选项？你当下应该做怎么样子的决定？所以后来在这个方面有跟同学做讨论。那么讲到文化的内容，刚刚已经有讲到了。其实大部分这些文化的讨论里面，都是跟食物，这食物的主题出来的时候，就很有趣了，对不对？中文里喝汤，可是英文也要 eat， 为什么呢？有同学就说，那如果是清汤，我总可以 drink 吧？就是很多人同学还跟我说，那如果是 broth 呢？所以我们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讨论，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呢，遇到的最常到的挑战就是同学遇到比较难的翻译的内容就比较容易放弃。比如我们在引导同学之前，他可能看到原文比如说价钱公道啦、外皮酥脆啦等等的诱人的香气，当下同学100%的反应就是我放弃，这个我绝对不可能翻得出来。那后来我们就可能就引导学生以自己的话来翻，看，然后这边有几个例子，就是因为
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因为毕竟他是大学生的程度嘛，所以就是我主要是跟他讲到，你在现场，当你觉得你不会翻的时候，你可以运用到的策略跟技巧是什么？比如说化繁为简啦，换句话说啦，翻重点啦等等的，不要去钻牛角尖，认为他讲的这个成语，我英文一定要很华丽，因为这个英文的成语其实并不存在嘛，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方式来帮助同学克服这方面的挑战。例如，同学最常遇到就是说这太难，我一句老师这我真的翻不出来，不可能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跟他们来讲，主要就是克服心理障碍嘛。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流于字面的翻译，这个也是非常常遇到的。比如说这家餐厅有平价美食，那同学可能就会去 Google Translate， 比如说评，他就一个 par，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找的，对不对 ？par price and delicious food。然后后来我可能就会引导他，平价美食是不是就是平就是便宜嘛？美食就是好吃嘛，今后加。所以呢 ，the restaurant offers affordable yet delicious food。然后他就说对吼，可以这样翻，所以就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这种翻译技巧的介绍。比如说，同学又有说这个牛肉面的牛肉好像多到像不用钱一样，这是一种还蛮台湾的一种讲法，好像很多人像很紧这样子。然后呢？很不好吃沙头。The beef is so abundant, like it's free。然后这个东西就英文其实也不同嘛，所以我就会引导他，我们先来想背后的意义。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然后原来牛肉很多肉，那很开心这样子。那他就说那我会了。他就说很开心，那就说那就是 to my pleasant surprise。牛肉很多，对不对 ？The dish has a generous amount of beef。他说老师我翻出来就很开心，他也很有成就感。所以我每次都跟同学说，你要给自己不停的一个正面的思考，就是所有你认为你不会翻的，你都会翻。同学之前都觉得我要唬烂他们，但我跟他说，其实你都会，那个智慧已经在你脑袋里，只是你要把它叫出来，你要把它组合起来。所以你不要太拘泥于原文，你去想想看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就觉得你能够翻得出来。后来同学也觉得，好像知道这一招之后，会觉得口译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那有时候还有口译的一些最常见到的紧张失常啦，说不出话来啦等等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有1、2、3，你不要急，深呼吸，然后先对观众丢一个非常甜蜜的微笑，然后再慢慢说，然后学生都说 OK 就试试看，就是放松的3步骤这样子。当然这个紧张是人人会有啦，我就会跟他说，其实这个专业的口译员其实非常紧张。当然我都是用一种心理的交战手册，我就跟他说其实紧张你要告诉自己，你翻得更好，因为紧张是一种能量，这个能量你可以把它转变成一个正面的能量。我每次跟他说，当你紧张的时候，你要恭喜你自己。当然就是一种阿 Q 的想法，但是我是这样子成为一个专业口译员的，我当初也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就跟同学说，紧张那太好了，因为紧张是一种能量，你现在告诉自己，因为我紧张，我反而翻得更好。然后同学就会觉得 OK 试试看这样子。所以同学最常问的3个问题就是这3个方面的挑战。OK， 然后这一些同学的心得单的整理，通常就先跳过了。那同学回馈的总整理呢，我也把它放在后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就如果老师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到最后面来看一看哦。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个新增的是下学期我们讲的这个 PowerPoint 制作影片的技巧。那很多同学跟我反映说，就是在将来的职场上面，他也可以用得到的，因为他不知道 PowerPoint 有这个功能，他也不知道原来制作一个简介这么的简单。所以我跟他说，以后你在做自己的履历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履历的东西搭配照片，你只要 copy and paste 嘛，对不对？放到你的 PowerPoint 里面去，然后一些事实的地方，自己以前实习的照片，在学校生活的照片，或是你想要放怎么样子，自己一些工作经验的照片都放在里面，然后你给配音，然后就是自己的电脑就可以做，然后之后再输出成一个影片，你放在 YouTube 上。那么你最后你在放自己履历的时候，你可以把 link 加在这边。那么如果你去求职如果这个公司的人资部门他有兴趣，他可以点去看，他不用跟你要，因为已经在网络上了。然后我还有问同学，下学期我们每一个人针对自己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的影片，你们觉得好不好？我说不要，因为他觉得看对什么东西好讲。
但是4年级的同学，因为比较面临到一个求职，即将进入市场压力，他可能就有几个会觉得有兴趣。但是这个同样的道理，他可以拿去为自己在职场上面的竞争力，可以给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面做一个行销，做一个加分。所以我觉得下学期变成这样的策略，我觉得同学基本上，他们的反应都还蛮正面的，而且是做得来，重点是做得来，他不会觉得好像我给他时间很短，让他做一个难如登天的东西，其实不会。然后作业的达成率是100%，这2个 project 是参与率都是100%，而且都有教，每次都有教，而且完整度、呈现度都是很高的。OK， 那就大致上讲这，谢谢各位老师。那个施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真人口译的部分，就是有人会一直听不懂，一直听不懂。后来怎么解决？就你们就他后来真的也没翻出来，也没翻出来，然后他也听不懂啊，所以就那个部分他的考试算是一个失败。它是其中的一句，可是这一句其实也没有专有名词，也没有生字，所以根据我的推测，可能是同学他太紧张。就是他紧张的时候，你听很多次，你可能不是你没有听到，是因为你记不得，脑袋塞住了。对，然后他的记忆力是空白的。但是因为根据我平常对这位同学的了解，他的程度其实不差，其实是因为日间部的同学来选，所以我也觉得蛮讶异的，因为其实那一段大部分夜间部的同学都有翻出来。然后后来我自己的推测是他可能太紧张，所以他不是听不懂，他是听完之后他立刻就忘记，因为我看到他在现场在考试的时候手也都是在抖，因为太紧张。后来我也有跟他讨论到，我有问他，你这个没有翻出来是什么原因？他说他其实是听得懂，可是要翻译的那一刹那，就是因为太紧张，就完全忘了我刚刚听到什么。他那天是给他重复了好几次，可能5、6次有。但是因为他平常的表现还不错，所以我给他的分数其实没有太差。然后我有跟大家讲，因为在期末考的这个真人翻译的部分，有一半是可以事前准备，那么一半呢是你现场才听到，来考验同学的临场反应。所以我有跟大家讲，如果我有看到你很认真的准备的话，基本上你的分数都不会太差，因为实际上这样子的一个练习活动，就是期末发表练习活动，重点不是在把同学考倒，重点是让他们知道，今天我去做一个口译的工作，我可以怎么准备，我可以在不知道现场可能会有某些部分是事前讲你没有给我稿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准备？那我的准备的时间量跟我现场的工作量是怎么样的比例？他可以去体会一下。因为口译其实最重的就是事前准备啦。对啊，那所以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学生是一个一个上场，然后真人的对话就变成说他是要看一下嘛。好啊，因为我就是想要知道说他是同一个 topic 一直延续下来，然后每个人其中一段一段，还是说很多个 dialogue？ 我本来是想要一个一个考，后来发现不可能，因为那办不到。因为如果因为考不过，就变成我要考6周，因为我有算过，所以后来我变成考了3周，然后呢也还蛮赶的，考3周每个同学平均大概就是有5到6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一个教材是我编了8段，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一段英文，一段中文，所以我有跟同学说，如果你没翻出来，下一段就不能进行，因为你是要协助我们2位讲者之间的沟通。所以你在现场，如果你没翻出来的话，或者是你完全放弃的话，我不能进行下一段。所以不论怎么样，你知道多少就翻多少。我已经事前有跟他们恐吓了，因为很多同学很容易会放弃嘛。所以我有跟他说，你不论怎样都是讲一点点，好歹让这场戏可以演下去。所以千万不要有放弃的心态。所以在现场几乎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事前我编了8段。中英。那他们不知，然后呢，有4段是事前发给他们，然后4段是他现场会听到，然后4人为一组，他不知道自己要翻哪一段，然后这是我想出来一个时间管理的办法，但这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况。然后他们4个人进来之后就定位了，然后呢，我跟外籍讲者也就定位了。他们坐下来那一刹那，我就会说：好，你们今天被分配到的是事前知道的是4段。那你们就按照你们做的啦，你们就翻第1段，就翻第2段、第3段、第4段，然后后来还有5、6、7、8段是事前不知道的，然后待会儿就是抽签来决定。我就听完了，其实我们就开始讲那个内容，在讲的当下4个人都是很认真的，他要去记嘛，
因为他不知道等下会不会是他抽到他点到，所以实际上当然。刚刚也有强调，我是希望同学事前可以去做很多的准备，所以有些同学进来，非常奇怪，好像他的参考资料这么的厚，我真不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他就是把任何可能的 scenario 全部都想好，因为他看到前4段，他就先，因为可能有些同学是比较谨慎的，他可能就想，这个后面一定是会出现这样的对话，他就把那个对话的中英都自己就先写好，都已经背好了。那如果真的有猜到题，那当然100分，但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有些同学他拿进来，他坐下来，他把他的所谓的小抄，因为我也有跟他说，前面4段你可以准备，对不对？我事前发给你，那个地方你什么都不能看，你只能看着镜头讲。那后面还有4段嘛？那后面的4段你要带什么都可以，你要按字典，你要干什么都可以，这个是各凭本事，因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这样，你要带什么东西都可以。然后，所以后面还有同学他拿出来小抄是从这边放到这边，我真的不知道他准备什么东西，很多。但是你看到这个同学，你知道他有学习，他有学习，而且是自主的学习。他事前猜了多少题，然后我去看，他就是沙盘推演，因为他很怕他不会翻。所以我说这个同学其实他现场翻得不好，他可能现场很紧张很失常，但是你看到他准备那个分量就已经是等高分了。那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个学习的工作交还给学生的本身。但有些学生他来就是一派轻松，他什么都没带就带到白纸也是有，但是那个是比较少嘛。但是大部分人他就是考前猜题，因为我有跟他们说，你们考前可以做这个读书会哦，你不要一个人猜那么多嘛，你每一个人猜几题，你可能就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范本可以去参考。所以每个同学他进来的时候，他已经记忆了很多东西，因为很多同学他很认真，他去猜题。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到那一个阶段为止就已经足够了。那他在现场可能翻译没有很紧张啦，或者说他没有猜到这个题目，他可能讲不出来等等的，我觉得那个都是其次。所以他们对我来说个别考，所以其他同学是不在场的，也没有机会听到。4位同学一起上来，那其他那一组之外的都在外面等。所以他们就不会有机会可以事先听到可能的考题，就对了，就是他们是隔离的这样子。如果他们要作弊，一定也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口译这件事情哦，即使你事前知道，大致上有怎么样子的考题，到现场太紧张或者是功力不到，你仍然是翻不出来。因为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第1周有3组考，有可能第1组的同学考完他出去，他赶快告诉下一组或是第3组的人，我刚刚听到怎么样题目，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因为口译太考验现场的功力，而且紧张跟焦虑的成分占得很大，即使有些同学是都知道考题，他仍然会讲不出来，这种人也是存在的。所以其实我不太担心他去跟别组讲什么样子的。我刚刚听到的考题是什么？因为他每一组之间大概就是间隔半小时，我不相信他拿到的题目，他有半小时时间可以做到事前不知道那个部分，他可以做到满分。我其实并不相信，所以我跟他说，你要告诉别人也可以啊。我本来以为是全班都在场，这样考题就要分量非常多，因为他4个人一组进来，然后他考完之后我就请他们立刻离开。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会问，你刚考什么东西，一定会有的。但是就我的观察，每一组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差异，就是大部分人都是紧紧张张、结结巴巴的，所以我他其实知道他现场并不表示他能够讲出来。可能考完的人出去，他其实已经忘了，因为他当场太紧张，对他事后其实很难真的记起来。所以我其实并不担心，可能这1周的人他去告诉下1周的人也有可能啊。但是就我的观察，下1周的人的表现并没有比上1周人的人就是有显著的差距，其实没有。所以其实不用担心。我想请教一下，就说这样刚听下来哈，就是我们其实在教这个翻译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很重要，就是怎么让学生去做一些事情的准备。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就是作为一个老师，要怎么样去帮助学生做一些事情的准备，要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我发现就是不管就是在毕业啊，我觉得好像老师的那个角色，就是可能去引导学生，等于说搭一座桥，让学生可以本来好像觉得感觉做不到的，然后好像借由老师的一个帮助，然后好像搭那座桥走过去。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在我们口译
就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准备，事前准备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材料？那准备的方向大概是什么？那这样我准备教学。如果以上学期为例哦，例如我们上学期第2个题目是美食，校园的美食，在他们开始写稿跟翻译之前，我们就看了很多的范本。老师，你想看一下吗？因为我们就是大概有看了中英对照的范本，我请每一组他去找一个来，可能这个东西是你刚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因为是台湾范，或者是Compass Magazine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或者是光华杂志，你就去找，然后你把里面这个中英对照里面的一些你觉得名言佳句，比如说香甜的大虾 ，Q 弹的 pasta， 然后这个东西你把它做一个字汇表列出来，每一组你可能要给我20个这样的东西，那如果5组的话，我就100条。然后我们就有一堂课是，他把东西给我之后，我把它汇整起来，我全部把它一次印出来，那个讲义就很厚了 ，right？ 然后我们在课堂上面，大家慢慢的看，我就会说比如说什么外酥内软的炸虾，或者是清甜的汤头，对不对？或者是什么类似清甜，人家翻译过的，人家是怎么处理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范本的演练，但这有几种做法，可能是老师提供，如果老师自己已经有了。如果老师以前自己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功夫，那么我就可以提供给同学，这样可以省1-2周的时间，因为同学他要去收集好之后他 email 给我，所以前后1-2周也跑不掉。所以如果课程安排比较紧凑，如果已经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或者是老师自己的资料库里面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些东西的话，那就直接提供给同学。然后然后我就是把它全部都大家都给我之后，就把它全部汇整在一起印出来，然后在课堂上面。其实就是满足发电纲，我会做小，你一个看，中英对照，比如说什么老板非常的亲切，总是非常热情的招呼客人，然后同学也做一个对照表，亲切的老板，亲切怎么说？他就把它对照出来，所以不只是食物的本身，比如说环境的氛围非常的优美，冷气很凉，他也把它做一个对照表出来，环境很优美，这个东西中英文怎么说？所以他也就做了很多这种对照的功夫。那但是这个部分要2周的时间，然后大家就看完之后，我就会说，好啦，那现在回去你来写你们自己的，翻译自己的。那有的同学他很聪明，他就会觉得，既然这些范本都有，所以他的写的东西，他会把一些范本里面已经有的东西拿过来，这样他在翻译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要翻成什么样子的这个英文，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校园景点介绍的时候，我当初用的方法是到 YouTube 上面，我找比如说史丹佛大学啦，然后密西根大学啦等等的，SFU、UBC 等等的，那些大学都有请他们的学生，比如说他们说我们是什么音乐系几届学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女生宿舍什么什么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中英对照的比较少，但是中英对照的校园景点简介有其他学校有做过，所以我有找到2个。然后，所以我们那一次刚开始的文本方面的练习，就是所谓的事情的准备，我们是看了3-4个外国大学，那些外国学生在介绍他们自己的学校校园的景点，有一些是明星的足球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校园的老师跟学生介绍他们的食堂等等的。那么台湾的部分中英对照我有找到2个，所以我就一堂课的时间，就是我们就坐下来，我们就看。然后看完之后，第一堂就看完之后，我跟同学说，你今天看到这些内容的 link 我可以给你，然后回去之后你做什么呢？你把里面你觉得你自己的景点用得到的中英翻译你写出来，比如说大家好，在我身后的是什么云平楼，这句话很多夜间部的学生说老实话，他不会讲，其实他连这种都不会讲，所以我说你就先看嘛，先看之后你就知道人家是怎么讲的。对，然后就把你自己，比如说今天我要介绍这3个景点，有些同学他连这个的英文他都不会讲，说老实话。但是因为我们事前有很多范本已经先看了，所以他就整理出来非常的多，他就很开心，他就觉得我好像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觉得他办得到，所以是用这样的方法。那如果是要给同学准备，然后用同学自己去整理这些东西出来，2周是跑不掉。那如果你有2个 project， 4周就跑不掉了。就是等于就是会用到一些
上课，比如说我要教翻译的技巧，或者是我要帮学生比如说让学生在课堂上面有更多练习的机会，这些都会占用到其他事项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对于日间部的同学我不太晓得，但是我觉得对于夜间部的同学来讲，我觉得能够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范本比如说这个东西大概是英文是怎么讲的，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很重要，而且是必要。这样帮你们回答老师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事前的那个语文的准备其实蛮重要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纸本写下来非常重要，因为我叫他看，看到他好像立刻就忘记了。而且你如果跟他说你回家自己看，他也不会看，所以一定要叫他交一个作业出来。所以我就说你看完之后，每一组交10个例句给，而且这个例句是你觉得你之后你自己在做中兴大学景点中英介绍的时候你会用到的，每一句交10个，我每一组交10句，我5组就是50句，所以说整合在一起印出来发给大家。所以他以后他在做翻译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我都不会翻，所以是以这样的方式。但是重要就是要大概1-2周的时间。谢谢。好，谢谢大家。